话说那深宫里的日子，若是没了皇上的那点子恩宠，简直比那数九寒天的枯井还要冷上3分。您各位且随我往那延禧宫的天殿里瞧上一眼，那地方现如今哪还像是小主住的寝殿，分明就是个活活熬人的冰窖。咱们的主角安陵容这会儿正缩在那张已经有些掉漆的硬木床榻上，身上裹着2层薄被，可那身子骨还是止不住的打颤。这人情世故4个字，在落魄的时候最是显山露水。外头那北风卷着雪粒子，噼里啪啦的打在窗户纸上，每一声都像是抽在人心尖子上的响鞭。屋里头那盆炭火，那是内务府那帮见风使舵的奴才送来的黑炭，火星子半天憋不出一个，倒是那黑烟一股接一股的往外冒，熏得人眼睛生疼，眼泪珠子不值钱的往下掉。安陵容就那么直勾勾的盯着那盆残灰，眼神里那股子死寂，就像是这炭火燃尽了最后一丝热气，只剩下灰扑扑的绝望。这画面放在咱们现在的职场里，那不就是一个被领导打入冷宫，被同事集体孤立，连打印机坏了都没人帮着修的小透明吗？这时候的安陵容心里头翻江倒海，那是比这屋里的黑烟还要呛人。他想不通啊，他明明和甄嬛、沈眉庄是一块进宫的好姐妹，怎么人家那是鲜花着锦，烈火烹油，自己这儿就成了无人问津的荒种？您各位瞧，他那纤细的手指死死地抓着被角，指甲缝里都因为常年摆弄那些廉价的香料染上了洗不掉的暗色。他心里那根弦其实早就绷到了极限。每当他想起华妃那轻蔑的眼神，想起那些小太监背地里议论她是县令家的穷酸女儿，那自尊心就像是被扔在地上反复践踏的败草。这种极度的自卑，其实就是宜修皇后眼里的黄金切入点。在这深宫的博弈局里，宜修那是成了精的老狐狸。他知道拉拢一个人最忌讳的是在人家得意的时候凑上去，那叫锦上添花，人家不稀罕，你得在人家快要淹死的时候，哪怕递过去的是一根带刺的荆棘，对方也会把它当成救命的宝贝。您各位仔细咂摸这安陵容的小动作，他时不时的望向大门的方向，耳朵尖支棱着，听着外头路过的脚步声。每当脚步声近了，他眼里会闪过一丝近乎卑微的希冀，觉得是不是甄嬛姐姐来看他了？是不是皇上终于想起还有这么一号人了？可当那脚步声走远了，消失在红墙深处，他那眼里的光就迅速熄灭，化作更深的一层阴翳。这不仅仅是寂寞，这是一种生存危机。在后宫这个最顶级的职场里，没有关注度就等于慢性死亡。那些内务府的奴才，那眼光毒着呢，看你失宠，连克扣你的炭火都克扣得理直气壮。安陵容看着那盆冒黑烟的炭，其实看到的是自己的未来，在这寂寂深宫里，像这盆炭一样无声无息的烂掉，连个响动都没有。就在这安陵容自尊心碎了一地，求生欲却烧到头顶的当口，景仁宫那边的信号终于发出来了。宜修皇后坐在她那宽大的凤椅上，手里不急不缓地拨弄着佛珠，那声音咔嗒咔嗒，每一声都精准地踩在人心跳的节奏上。他对安陵容的观察可不是1天2天了。他知道安陵容缺什么？缺名分吗？缺，但更缺的是那口气，那股子能让所有看不起他的人都闭嘴的底气。宜修太懂这种感觉了，他自己不也是从侧福晋的位子上，靠着一股狠劲儿和满腹的算计才爬到今天的吗？他看着安陵容，就像是在照一面镜子，照见了一个更年轻、更贫瘠，也更容易控制的自己。这时候，环境的渲染已经到了火候，核心的冲突即将爆发。这种冲突不是那种大吵大闹，而是那种在寂静中杀人于无形的心理拉锯。
安陵容在延禧宫受的每一份委屈，其实都是宜修精心等待的饵料。您说，要是甄嬛这时候能多给安陵容一点实质性的帮助，或者说能多照顾到这小姑娘敏感的自尊心，宜修还有机会吗？可惜啊，这世上的事儿，往往坏就坏在理所当然这4个字上。甄嬛觉得咱们是好姐妹，我得宠了自然会护着你，可她忘了，受赠者的心里往往藏着最深的债。安陵容坐在那冰冷的屋子里，心里想的是，你甄嬛高高在上，你给我的恩惠都像是施舍，每一分恩情都压得我抬不起头来。这种微妙的心理错位，就是宜修入局的最佳缝隙。咱们再看这安陵容的心理拆解，她此时的脑子里大概正反复回放着自己在华妃面前卑躬屈膝的画面，那种屈辱是刻在骨子里的。她需要一个强者，一个能真正给她撑腰的人，而不是一个总是在她面前展现完美，让她相形见绌的好姐妹。这就是现实人情的残酷之处，有时候我们恨的不是敌人，而是那个显得我们太无能的朋友。宜修敏锐地捕捉到了这种情绪，他开始布局了。他不急着见安陵容，他要先让安陵容感受到，这宫里除了皇后，再没有人会关心一个穷酸县令的女儿到底冷不冷。这种心理侧写，就是要把安陵容最后的心理防线彻底瓦解，让她觉得除了向权力的中心靠拢，她别无选择。这就好比在现代职场，你是一个没什么背景的寒门子弟，天天在公司干最累的活，拿最少的钱，还要被那些有关系的同事冷嘲热讽。这时候，公司那个最有心计、势力最大的女高管，忽然派助理给你送来一盒昂贵的点心，还带话说看你辛苦了。您说，您是觉得这点心甜，还是觉得这背后的暗示重？安陵容此时的心态就是这种抓到了救命稻草的狂喜与不安。她甚至不敢相信，贵为国母的皇后竟然能看到她这个卑微如尘埃的人。这种受宠若惊，其实就是被迫的开始。宜修利用的就是这种信息差和地位差，把安陵容这种缺乏安全感的孩子一步步引向他设计好的囚笼。这世上哪有无缘无故的爱啊？所有的赠礼背后都标好了筹码。安陵容在冷屋子里瑟瑟发抖时，她还没意识到，她即将付出的是她在这世上最后的一点真心。她以为她是去寻找庇护，其实她是去把自己的软肋亲手交到一个能随时捏碎她的人手里。这宫里的雪越下越大，把所有的龌龊都埋在了白森森的皮囊底下。安陵容终于站起身，搓了搓冻得发紫的手，她看着镜子里那个形容憔悴的自己，眼神里忽然多了一丝狠厉。她知道，她不能再这么等下去了，等下去只能是死路一条。而就在此时，延禧宫的大门口传来了细碎的脚步声，那不是甄嬛的贴身丫鬟刘珠，也不是沈眉庄宫里的奴才，而是景仁宫的大总管简秋。那脚步声在这寂静的雪地里显得格外清晰，像是命运的倒计时，一下一下敲在安陵容的心上。他还不知道，这扇门一推开，他的人生就再也没了回头路。话说这延禧宫那扇破旧的木门，嘎吱一声，被雪风吹开了一个缝，带进来一股子透骨的冷气。安陵容原本正盯着那盆冒黑烟的炭火出神，听见动静，那单薄的身板猛地一哆嗦，眼神里全是那种小门小户出身、受惊过度的怯懦。可紧接着进来的不是他日思夜想的那位甄姐姐，也不是来送立分的小太监，而是景仁宫的大宫女简秋。这简秋在宫里是什么地位？那是皇后的影子，是这后宫董事长跟前的头号助理，平素里眼角都是往上挑着的。可今个简秋手里捧着一个红漆描金的托盘，上面附着一层松软的红缎子，那缎子底下微微隆起，透着一股子名贵皮毛特有的厚实感。
简秋进门也没急着说话，先是环顾了一下这四壁漏风的屋子，眼神在那盆劣质炭火上停了那么一息，嘴角若有若无的撇了撇。这一个眼神看似是同情，实则是最狠的心理破防。他在无声的告诉安陵容，你瞧瞧你现在过的这是什么日子，你拿人家当生死之交，人家却让你在这儿吃风咽土，这职场里的厚此薄彼，可都写在这些零碎的用度里了。简秋走上前，那动作不紧不慢，稳重的像是景仁宫里常年燃着的檀香。他把托盘往那破旧的桌案上一搁，声音压得极低，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慈悲。他说，皇后娘娘惦记着安小主体弱，怕这冬日里的寒气伤了小主的嗓子，特意把皇上赏赐的一件极品狐裘给拨了出来。您听听，这话术那真是老辣到了骨子里。他不说是皇后的东西，非说是皇上赏给皇后的，这叫什么？这叫借花献佛，更叫权力加持。他要在安陵容心里种下一个念头，皇上心里是有好东西的，只是这些好东西都得经过皇后的手，才能落到你安陵容的肩膀上。安陵容这会儿哪还顾得上客气，他那双因为常年做针线活而长满薄茧的手，颤巍巍地触碰到那件狐裘，那白狐的毛顺滑的像是刚挤出来的乳汁，摸上去暖融融的，一下子就从指尖烫到了他的心里。这在现代职场里，就是那种你被顶头上司打压的快要崩溃时，大老板的秘书忽然单独找你谈话，还送了你一个进修的名额。您说，您是觉得这名额烫手，还是觉得这大老板才是真正的知音？安陵容那一刻的心里其实是有一种近乎卑微的受喜感。他一直觉得自己是这个宫里的弃儿，是甄嬛身边的点缀，可简秋这件衣服一披上来，他忽然觉得自己贵了。简秋一边给他紧着系带，一边像是不经意的念叨着，说真小主那边的碎玉轩真是热闹，皇上昨个刚赏了蜀锦，今儿个又赐了红罗炭，怕是忙着应对圣宠，顾不上咱们这儿的冷清了。您各位瞧瞧，这杀人不见血的挑拨离间，就在这只言片语里。简秋这是在给安陵容递剪子，让她亲手去绞断那根姐妹情谊的红线。他把甄嬛的得宠和安陵容的落魄赤裸裸的摆在一起，这叫痛点深挖。在安陵容最自卑的伤口上，简秋不仅撒了盐，还贴心的给敷了一层名为皇后关怀的药。可这药它带毒啊！安陵容的眼神开始变了，从那种求助的柔软，一点点变得阴冷，变得锐利。他看着身上那件狐裘，觉得这才是他身份的象征，而以前那些所谓的姐妹情分，在这一刻都成了嘲笑他无能的背景板。这时候，咱们得盯着简秋的每一个细微的动作。他帮安陵容整理好衣领后，并没有立刻离开，而是轻轻拍了拍安陵容的手背，那力度极轻，却带着一种组织接纳了你的暗示。这就是职场里的收心术。简秋接下来的话更有意思，他说皇后娘娘常说，这满园的花有的开得早，有的开得晚，可要是没个大树遮风挡雨，那早开的容易些，晚开的怕是连骨朵都保不住。这番话是把宜修塑造成了一个博大的、公正的、愿意给寒门学子机会的伯乐。安陵容这种人最缺的就是这种被看见的感觉。甄嬛看她是看妹妹，带着一种居高临下的怜悯，可皇后看她，在简秋的描述里，那是看人才，是看那个能跟她并肩战斗的自己人。这种心理错位让安陵容瞬间产生了一种扭曲的归属感。她开始觉得甄嬛的照顾是施舍，而皇后的提拔才是真正的知遇之恩。您各位再咂摸咂摸这安陵容的反应。她跪了下来，不是对着简秋，而是对着景仁宫的方向，重重地磕了一个头。那额头撞在青砖上的声音沉闷而决绝。
那一刻，他其实是在跟那个纯真的自己告别。这一磕头，在博弈论里叫投名状的前奏。他接受了这件狐裘，就是接受了皇后的猎头邀约。从此以后，她再也不是那个给甄嬛绣寝衣的小妹妹了，而是一颗被洗过脑、上了发条的杀人棋子。简秋看着他磕头，嘴角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那笑容里藏着一种完成任务后的轻蔑。这就是老职场人的残酷，你以为你找到了靠山，其实你只是进入了另一个更精密的消耗系统。在宜修的眼里，安陵容现在的感激涕零，不过是日后压榨他的最好燃料。咱们把这事儿往现实生活里引申一下。您在单位里有没有遇到过这种热心的大姐或者领导？他们总是在你受了委屈的时候出现，陪你吐槽，给你一点微不足道的小甜头，然后引导你去恨那个原本跟你关系不错，但现在混得比你好的人。这种负面共情是拉拢人心最快也最毒的手段。安陵容没见过大世面，他那点子心智在简秋这种人精面前，简直就像白纸一样透明。他以为简秋代表的是皇后的一片赤诚，殊不知这狐裘的每一根毛里都藏着计算好的利益分配。宜修要的是一个能歌善舞，能替他笼络皇上心，又能随时替他背黑锅的工具。安陵容恰好就是那个最便宜也最好用的工具。安陵容站起来的时候，脸色已经恢复了平静，甚至带了一点从未有过的端庄，那是学着皇后的样子撑起来的假面具。他开始询问简秋，皇后娘娘最近身子可好，自己能不能去请安？这说明什么？说明这小姑娘已经开始主动寻找组织了。这就是宜修高明的地方，他不求找你来，他要让你求着去。这种主被动的转换，标志着安陵容已经彻底落入了陷阱。那一刻的延禧宫，风雪依旧，可安陵容的心里已经烧起了一把火。那不是温暖自己的火，而是那种要把所有阻挡他的人都烧成灰烬的妒火。他摸着狐裘那华丽的边缘，心里想的大约是：甄嬛，你有的我也要有，你没有的我也要争。这种心态的转变，其实就是很多悲剧的源头，把向上爬当成了唯一的救赎，却忘了这梯子是别人搭的，人家想让你什么时候摔，你连个抓手都没有。话说这安陵容披上了那件暖和的扎心的白狐叶褶子，在那延禧宫里又坐了半晌，心里头那股子火苗是越烧越旺，烧得他脸颊绯红，也不知是冻的还是激动的。到了这午后时分，雪虽然停了，可那景仁宫的地砖却被小太监们铲得锃亮，冷森森的泛着清光。安陵容深吸了一口气，带着那个只会跟着他受委屈的小丫头宝娟，深一脚浅一脚的往那后宫权力的暴风眼挪步。这请安的道，安陵容往日里也走，可哪回不是缩着脖子绕着道，生怕撞见哪个贵人受了挂啦。可今个不同，他怀里揣着皇后的恩典，肩上扛着自己的前程，那步子迈得既急促又细碎，活像个头一回上大买卖施工的小伙计，既盼着掌柜的赏识，又怕那后堂的水太深。等到了景仁宫的大门口，安陵容那心跳的跟穿了个夹巧似的，扑通扑通直撞嗓子眼。您瞧那景仁宫的门槛儿，比别处都要高出那么一寸，透着一股子正宫娘娘的威严。安陵容低着头，只敢盯着自己的脚尖，看那绣花鞋头上的明珠在那青砖映衬下显出一股子寒酸气。进了大殿，一股子清冷中透着要苦味的檀香扑面而来，那是宜修皇后常年礼佛定心的味道，沉稳的压人。安陵容没敢抬头，顺着那滑溜溜的地砖就跪了下去。那一跪的声音清脆，膝盖磕在硬邦邦的石板上，疼得他眼泪差点没下来。可他愣是咬着牙，把那声娘娘万福金安喊得格外的响亮，
格外的恭敬。座上的宜修皇后正慢条斯理地端着一盏明前龙井，那茶盖一下一下拨弄着茶沫子，发出呲呲的细碎声。这声音在寂静的大殿里，简直像是钢针扎在安陵容的脊梁骨上。宜修没叫起，也没说话，就那么晾着他。这在职场博弈里叫什么？这叫杀威棒，也叫定性谈话。宜修这是在告诉安陵容，我知道你急着来投诚，我也给了你好处，但这规矩是我的，主从的尊卑的刻进你骨子里。过了约莫有一盏茶的功夫，宜修才悠悠地叹了口气，说了一句：安答应起来吧，瞧这小脸冻的，可真让人心疼。您各位听听，这声音温和的像春风，可落到安陵容耳朵里，那比3-9天的冰溜子还烫人。安陵容颤巍巍地站起身，手脚都不知道往哪儿放，只能在那儿绞着帕子。宜修这时候抬了眼，那眼神犀利的像是能把安陵容身上那件狐裘给看穿了，直接看进他那点子阴暗的心思里去。皇后招了招手，让安陵容坐得近些，随手就把手里那盏已经不冒热气的茶递给了简秋，嘴里轻飘飘地说了句：这茶凉了，就再也没了那股子清香，倒了吧。这话一出口，安陵容的脸刷的一下就白了。您各位是明白人，这哪是在嫌弃茶啊？这分明是在敲打安陵容。你现在就是这盏快要凉透的茶，要是没了我这个烧火的人，你迟早得被这后宫的冷水给泼出去。这景仁宫里的气氛在那一刻压抑到了极点。宜修开始绕圈子了，他不提拉拢，反而提起了甄嬛。他问安陵容说，听闻婉贵人最近身子不适，你这个当妹妹的可得常去瞧瞧，别让外人说咱们厚此薄彼。安陵容一听甄嬛2个字，那心里就像是被毒蛇咬了一口。他想起自己在碎玉轩外头听到的那些欢声笑语，想起那些奴才看他的冷眼，喉咙里就像塞了一团进了苦水的棉花。他嗫嚅着回话，说甄姐姐盛宠正浓，自己不敢随便打扰。宜修闻言，嘴角微微一勾，露出一抹极其隐秘的笑意。他等的就是这一句不敢打扰。接下来这一休的操作，那才是真正的显微镜级别的心理拆解。他拉过安陵容的手，那手凉得像冰，宜修却用自己温热的手心捂着，语气里带着一种长辈式的慈悲，说：你这孩子就是太老实。在这宫里，情分固然重，可若是没了依仗，那情分也就成了人家的负担。你瞧瞧婉贵人，家世显赫，才情过人，皇上那是拿他当心尖子疼的。可你呢？你若是不为自己打算，等哪天那情分用光了，你还能剩下什么？这一番话简直是把安陵容内心最隐秘、最阴暗的自卑给翻了个底朝天，还顺手给镀上了一层为你好的金边。这在现代职场里，就是那种资深副总拉着你的手说，你那个同学是名校毕业，有后台，你跟着他混只能当个提包的，倒不如跟了我，我能让你独当一面。您说，对于一个急于证明自己又被压抑的变了形的安陵容来说，这诱惑大不大？安陵容低着头，眼泪噼里啪啦的掉在青砖上。他这是委屈啊，也是恨。他恨自己出身卑微，恨自己只能捡甄嬛剩下的恩宠，更恨那种永远低人一等的窒息感。宜修瞧见火候到了，又往里头添了一把柴。他指着博古架上的一尊白玉观音，悠悠地说：本宫这儿清静，可也有清静的好处。你若是个聪明的，就该明白，这后宫的雨露从来不是白白降下的。本宫看你这嗓子清脆，若是能得高人指点，未必不能像那绕梁3日的云雀，叫皇上侧目。这一招叫精准扶贫，也是定向诱惑。宜修太清楚安陵容的优势了，他除了那点子香料功夫，就是这一副好嗓子。可没皇后的引荐，
他这嗓子就算唱破了天，皇上也听不见。这时候，大殿外头忽然传来一阵喧闹声，隐约是哪个得宠的小主坐着轿辇路过。那铃铛声清脆悦耳，落进安陵容耳朵里，却像是催命的铃。他在那一刻忽然抬起了头，眼神里那股子怯懦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近乎疯狂的决绝。他看着宜修，那眼神就像是赌徒押上了最后的底牌。他意识到，甄嬛给他的只是怜悯，而皇后给他的是一条可以踩着别人肩膀往上爬的天梯。哪怕这天梯上长满了倒钩，哪怕这天梯的尽头是悬崖，他也要爬上去，因为他实在受够了那暗无天日的冷屋子。宜修看着安陵容那眼神，心里知道这只小家雀儿算是彻底进了笼子。他不再多说，只是吩咐简秋去拿一盒内务府新进的润喉膏给安小主。这一盒润喉膏可不仅仅是药，它是宜修给安陵容下的第一道职业 KPI。 你要争宠，你就得练；你要练，你就得听我的。这种环环相扣的控制欲被宜修包装成了最贴心的关怀。安陵容接过那药盒，手指死死地抠着盒盖，那是他对命运的最后一次抵抗，也是对过去姐妹情谊的最后一笔勾销。这景仁宫里的每一分钟，其实都是一场无声的职场洗脑。宜修利用环境的威压、语言的挑拨、利益的诱导，把一个原本还有一线生机的姑娘，生生带到了这条不归路上。这种从虚的人情冷暖入手，一步步落到实的利益交换，正是宜修最擅长的手段。他不需要你发誓，他只需要让你觉得，除了他，你这辈子再无出头之日。这种心理上的绝对掌控，比任何严刑峻法都要来得有效，来得持久。安陵容临走的时候，宜修还特意嘱咐了一句：这狐裘你穿着好看，若是哪天弄脏了，尽管拿来本宫这儿，本宫再给你换新的。您听听，这哪是说衣服，这是在说，只要你听话，你的荣华富贵本宫包了。可要是你不听话，这衣服能给你穿上，也能给你扒下来。安陵容身子一僵，再次谢恩，退着出了大殿。外头的雪虽然停了，可风更大了，吹在人脸上像刀割一样。可安陵容这回没打寒战，她裹紧了那件狐裘，在这深宫的长街上走得头也不回。话说这安陵容从景仁宫那深不见底的朱红大门里退出来的时候，外头这天阴得更沉了，北风卷着残雪，直往脖领子里钻。可他这会儿心里头揣着皇后赏的那盒润喉膏，竟觉出一股子没来由的燥热。这人要是头一回拿了大老板私下给的期权，那步子迈的肯定跟往常不一样，虚服里透着一股子豁出去的决绝。安陵容这一路走回延禧宫，那心眼儿就没停过转动。他看着这宫墙红的刺眼，看着那琉璃瓦冷得发青，脑子里全是皇后那句这茶凉了，就没了清香。这哪是说茶啊，这分明是在撕他的脸皮。他回了屋，第一件事儿不是解斗篷，而是打发了宝娟去外头守着，自己悄默声地坐在那面略显昏黄的铜镜前，死死地盯着镜子里那个因为长期忧思而显得有些刻薄的小脸。他伸出手指，轻轻抹撒着那润喉膏的白瓷盒子，那幼稚细腻的像是在嘲笑他这双粗糙的手。这在咱们职场上叫什么？这叫阶级觉醒后的报复性渴望。他受够了那种站在甄嬛影子里当陪衬的日子，他要让这嗓子变成刺向所有轻视他的人的锥子。就在这时候，外头传来了刘珠那脆生生的笑声，那是甄嬛宫里最体面的大丫鬟。安陵容心头一紧，下意识地把那药盒子往袖口里一塞，动作快得连他自己都吓了一跳。您瞧瞧，这还没干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呢，这心里头的贼苗子已经扎了根。刘珠挑帘子进来，手里捧着一碟子松软的蜀锦，
那缎面上的光泽像水波纹似的，晃得安陵容眼睛疼。刘珠笑着说：“他们家贵人念着安小主这儿冷，特意把皇上欣赏的蜀锦送来2匹，说是给小主做2身贴身的寝衣。您各位听听，这原本是姐妹情深的戏码，可在现在的安陵容听来，这每一寸绸缎都像是扇在她脸上的巴掌。为什么？因为她刚刚在皇后那儿被洗了脑，她现在看甄嬛的每一点善意，都觉得那是居高临下的施舍。这在心理学上叫受害者心态的扭曲映射。你越是对我好，我越觉得你是在显摆你有的而我没有的东西。”安陵容勉强挤出一丝笑，那笑比哭还难看。她伸出手去摸那蜀锦，心里想的却是：你甄嬛穿剩下的，挑剩下的，才轮得到我，这算哪门子的好姐妹？等刘珠走后，安陵容在那堆锦缎面前坐了很久。她忽然站起身，拿起剪子，对着那名贵的蜀锦就是一剪子下去。那绸缎断裂的声音，滋啦一声，在寂静的屋子里显得格外惊心动魄。这一剪子绞断的不只是衣服，更是他和甄嬛之间最后一丝温存。他心里有个声音在疯狂地喊：我不要你的施舍，我要你以后求着我。这种心态的转变，其实是宜修最希望看到的。宜修在那景仁宫里稳坐钓鱼台，他知道，只要把安陵容心底那股子自卑给挑成了妒忌，这个姑娘就会变成最锋利的刺客。这世上最毒的药不是砒霜，而是那种觉得凭什么你过得比我好的怨气。紧接着，安陵容开始进行她的第一场职场转型实战。她打开了皇后给的那盒润喉膏，挖出一块，在那苦涩的药味中开始没日没夜的练嗓子。这哪是唱歌啊，这简直是在磨刀。她要把那嗓子练得像春莺出谷，像丝绸划过冰面。每当她唱累了，嗓子冒烟的时候，她就想起那盏冷掉的茶，想起华妃的羞辱。这就叫仇恨驱动型自我提升。在现代职场里，有很多这种人，他们平时默不作声，一旦抓到了某个跳槽或者上位的机会，那狠劲儿连自己都能豁得出去。安陵容在镜子前一遍遍地练习那个讨好皇上的眼神，那个似笑非笑，含情脉脉却又带着一丝凄楚的神态。他明白，他现在的筹码只有这张脸和这副嗓子，如果不把他们打磨成杀人的武器，他这辈子就只能在那堆烂绸缎里烂掉。这时候，宜修皇后又出招了。她没直接来看安陵容，而是派了简秋送来一本古谱，说是先帝时期的绝响。这叫精准投喂。宜修太明白一个渴望成功的底层人需要什么了，他不需要你陪他聊天，他需要你不断变强，去当他的马前卒。安陵容拿到谱子，就像拿到了通往天堂的钥匙。他开始意识到，皇后给他的不是施舍，而是生产工具。这种心理上的认同感，让他对宜修的忠诚度瞬间爆表。他开始主动去揣摩皇后的每一个眼神，去研究皇后的每一个喜好。他甚至开始在自己身上熏那种淡淡的冷香，那是宜修喜欢的味道。这在职场博弈里叫镜像模拟，通过全方位模仿上位者来获取某种安全感和力量感。可安陵容不知道的是，这种模仿的代价是他自我的彻底丧失。他开始变得疑神疑鬼，甚至连宝娟的一个眼神，他都要反复思量半天，是不是甄嬛派来的卧底，是不是皇后的眼线。这种高强度的精神压力让他的性格变得越来越阴鸷。有一天，甄嬛亲自来看他，带了一些他最爱吃的家乡点心。甄嬛拉着他的手，眼里满是真切的担忧，问他最近怎么总是称病不出门。安陵容看着甄嬛那张娇艳欲滴、受尽宠爱的脸，心里想的却是：你现在来装什么大尾巴狼？你若是真关心我，为何皇上赏赐蜀锦的时候，
你没能让皇上来我这儿坐坐。这种极度的心理失衡，让安陵容在回答甄嬛的时候，语气虽然还维持着表面的客气，但那笑意却不达眼底。他甚至故意在甄嬛面前提起皇后的关怀，观察甄嬛脸上一闪而过的惊讶。看到甄嬛那细微的表情变化，安陵容心里竟然生出了一股病态的快感。这叫弱者的反击心理，我动不了你的地位，但我可以恶心你的心情。话说这景仁宫里的火炉子烧得旺，可安陵容这心里头却像是揣着一块终年不化的寒冰，即便身上裹着那件名贵的白狐腋褶子，坐在宜修皇后的下手，她那指尖儿还是凉得渗人。这人呐，一旦把自尊心揉碎了垫在脚底下当砖时，那眼神里流露出来的就不是生气，而是一种近乎偏执的死寂。宜修皇后今儿个倒没穿那件大红的凤袍，只着了一身宝蓝色的家常衣裳，手里捏着一串碧玺念珠，那珠子撞在一起的清脆声，在这静的掉根针都能听见的大殿里，听着真叫人心惊肉跳。宜修没急着说话，只是拿那双阅尽千帆的眼，上上下下的打量着安陵容，那眼神不像是在看一个活生生的人，倒像是在估量一件刚入手的瓷器，看它够不够硬，能不能承得住这深宫里的疾风骤雨。安陵容低着头，死死盯着自己脚尖前那一小块被磨得发亮的青砖。他知道今天这场谈话，那是宜修要彻底撕开他血淋淋的伤口，再往里头撒上一把名为清醒的毒药。宜修忽然轻笑了一声，那笑声听着和蔼，可仔细品品，里头全是刀子。他缓缓开了口，说：“陵容啊，本宫记得你入宫也有段日子了，家中那老父亲可还安好？”这一句话正正好好戳在安陵容最疼的那根肋骨上。安陵容那身子猛地一僵，声音颤得跟狂风里的残叶似的，回话说道：“家父远在松阳，劳娘娘挂心，只是家事微寒，不敢污了娘娘的耳。”宜修闻言，手里的念珠停了那么一瞬，他悠悠地叹了口气，说：“这出身呐，还真是由不得人。你瞧那管贵人，大理寺少卿的嫡长女，打小儿便是琴棋书画堆出来的才情，进了宫便是皇上心尖上的宠，连带着沈氏那个将门之后，也是出尽了风头。”宜修这番话，面上是在感叹命数，实则是在玩一出最阴损的对比实验。在职场博弈里，这叫阶级焦虑诱导，他就是要让安陵容意识到，你跟甄嬛之间隔着的不是几步路，而是10辈子也翻不过去的一座大山。您各位瞧瞧安陵容的小动作，她那绞着帕子的手指因为用力过猛，指关节都泛了白，帕子上的绣花被她拧得变了形，活脱脱就是她那颗被揉皱了的心。宜修见他不说话，接着又往火里添了一把干柴，说：“本宫瞧着你这般灵巧，制香的本事，连宫里的老太医都赞不绝口，可偏生就缺了那份子家事撑腰。若非有人照拂，怕是这辈子也就只能在那延禧宫的偏殿里守着那点子微薄的立分终老了。”这话诛心呐！他在告诉安陵容，你的努力在出身面前一文不值，你唯一的生路就是找一个能改你命的靠山。宜修这是在给安陵容做职业生涯规划，只不过这规划的底色是黑的。安陵容那眼泪终于是憋不住了，大颗大颗的砸在手背上，他心里那股子因为自卑而生的恶气，被宜修这一番话给生生勾成了冲天的怨火。他想起甄嬛得宠时的意气风发，想起自己像个跟班一样等在碎玉轩门口的卑微，那种名为嫉妒的毒虫，终于咬破了他最后的一丝理智。这在咱们现代生活里，像不像那种带你误入歧途的导师？他专门挑你最不如意的时候，跟你分析社会的不公，跟你吐槽那些比你混得好的老同学是靠家境、靠潜规则，然后告诉你，只有他看出了你的怀才不遇，
只有他能带你走捷径。安陵容这一低头，其实就是把灵魂给卖了。他在那一刻觉得，宜修才是这世上唯一懂他的人，唯一能看见他那点子微末才华的人。宜修瞧着他眼神里的光变了，变得贪婪且阴冷，满意的点了点头，又坐回了那把象征权力的凤椅上。他吩咐简秋去把本宫那匣子珍藏的香料拿来。这匣子香料就是这博弈局里的第二个筹码。宜修知道安陵容懂香，他不给金银，给的是专业认可。当那檀木匣子打开，里面层层叠叠码着的是鹅梨、沉香、龙脑，还有些连安陵容都没见过的稀罕物事。宜修随手捏起一粒，凑到鼻尖嗅了嗅，漫不经心地说：“这些东西在本宫这儿不过是死物，可在你手里，那便是能让皇上回心转意的神兵利器。”安陵容看着那匣子香料，眼神里闪过一丝狂喜，那是一种找到了生存抓手的狂喜。他明白，皇后这是在给他赋能，让他这个小职员掌握核心技术，好去职场上抢夺那唯一的晋升名额。宜修又补了一句，说婉贵人最近总觉得倦怠，你既然懂香，便多做些安神的送去，也算尽了你们姐妹的一份心。您各位细品，这安神2个字里藏了多少杀机？这叫借刀杀人，还是借你最亲近之人的手？安陵容身子颤了一下，她当然知道这香料里能做多少文章，可她只是低下头，双手接过匣子，重重的应了一声：“嫔妾明白。”话说这安陵容从景仁宫的正殿退出来的时候，怀里死死抱着那一匣子名贵的香料，那姿势紧凑的像是护着自己最后的一条命脉。这人要是头一回接了顶头上司给的特殊任务，那心跳的动静准保比敲鼓还热闹。就在他快要走出那重重朱红大门的时候，宜修皇后像是忽然想起了什么，轻声唤了一句：“陵容，且慢。”安陵容那身子骨就像是被施了定身法，僵在原地，缓缓转过身来。只见宜修扶着简秋的手，慢条斯理的从那明黄色的软榻上站起，从旁边的宝顶架子上取下了一柄通体碧绿、温润的几乎要滴出水来的翡翠如意。宜修走得极慢，那绣鞋踩在金砖上的声音，每一步都像是踏在安陵容的胆尖上。等到了跟前，宜修亲自把这柄如意搁在了安陵容那双微微颤抖的手心上。这翡翠如意触手生温，可沉甸甸的坠手感却让安陵容差点没拿稳。宜修眯着眼，语气里带着一种让人无法抗拒的慈爱，说：“这如意是本宫当年的陪嫁，跟着本宫这些年，最是能压得住福气，今儿个便赏了你，盼你万事如意，莫要辜负了本宫的一片苦心。您各位细细品品这如意2字，这在后宫职场里，那可是比金山银山还要烫手的山芋。如意如意，那是如谁的意？是如你安陵容出人头地的意，还是如他宜修掌控后宫的意？”安陵容跪在地上，把那如意紧紧贴在胸口，那凉沁沁的玉石隔着衣料渗进皮肤，她只觉得这一刻自己不再是那个连炭火都领不到的破落户，而是被权力核心盖了戳的正式成员。这就是职场里最狠的利益绑定。在现代职场里，这叫什么？这就是大老板不仅给你发了高额奖金，还把自己戴了多年的名表脱下来戴在你腕子上。这不是奖赏，这是锁链，是让你从此以后，即便是想反悔、想退缩，一低头瞧见这表，就得想起你欠人家的那份天大的人情债。安陵容在那一刻，心底里那最后一点子关于姐妹情深的挣扎，彻底被这柄如意的重量给压塌了。她心想，甄嬛给她的只是偶尔的照拂，而皇后给她的是实打实的地位和这代表正宫颜面的如意。
这种心理上的失衡，让他把这柄如意看成了翻身的本钱，却没看出来这其实是宜修给他套上的夺命枷锁。安陵容抱着如意回到延禧宫，并没急着让宝娟收起来，而是把她供在了屋子里最显眼的位置。她坐在那儿，盯着那翡翠上流转的光泽，眼神逐渐从狂喜变成了阴鸷。她开始琢磨宜修最后那个眼神，那眼神里没有半分温度，全是审视。她明白，这柄如意不是白拿的，拿了如意就得办那不如意的事儿。她在心里开始复盘自己这段时间的处境，越想越觉得甄嬛那儿给的东西都不香了。您瞧，这就是人性的幽微之处。当一个人拿到了更高的筹码，他首先产生的不是对旧人的感激，而是对旧情的背叛感。他觉得如果不去跟甄嬛争，不去帮着皇后做事，这如意他就握不稳。这在博弈里叫路径依赖。你既然选择了走皇后这条路，你就得在这条路上走到黑，哪怕前面是悬崖峭壁，你也得闭着眼往下跳。安陵容那细白的手指划过如意的柄，指甲尖划在玉石上，发出刺耳的声响。那声音在空荡荡的屋子里回荡，像极了一个人灵魂碎裂的动静。就在这档口，甄嬛那儿又派人送东西来了。这回送的是一盏燕窝，说是皇上赏的，碎玉轩那儿多得吃不完，特意分出一半来给安妹妹补身子。您各位听听，这话要是放在以前，安陵容准得感激的掉眼泪。可今儿个，她斜眼瞧着那盏燕窝，再瞅瞅案头上供着的那柄翡翠如意，只觉得那燕窝白的刺眼，像是在嘲笑她的贫寒。她冷冷地对宝娟说：“搁在那儿吧，燕窝虽好，到底是个吃进肚子里就没影的东西，哪比得上如意，能撑起一个人的腰杆子。”这心理拆解到这儿，您就能看出安陵容已经彻底魔怔了。她把一切都物化了，把所有的感情都换算成了权力的筹码。她不再觉得甄嬛是关心她，反而觉得甄嬛是在用皇上的恩宠显摆。这就是现实生活中最典型的红眼病发作。当一个人自卑到了骨子里，任何来自强者的善意，在他眼里都会被自动过滤成恶意的嘲讽。他看着那燕窝，心里想的是：你甄嬛吃不完才给我，你当我是什么？是碎玉轩后厨养的那只哈巴狗吗？这柄如意在安陵容的屋子里放了3天，这3天里，他几乎没怎么合眼。他在等宜修的下一步指示。他知道这只是个开始。果然，第3天头上，简秋又来了。这回简秋没进屋，只是站在回廊下，远远的瞧了一眼那柄如意，然后对安陵容微微一笑，说：“娘娘说了，如意如意，得动起来才叫如意。”这一句话像是一道惊雷，把安陵容震得一激灵。他明白，这是要他焦头名状了。这种职场威压，不是直接告诉你去做什么坏事，而是给你一个暗示，让你自己去悟，让你自己去动手。这样万一以后出了事，皇后可以把自己撇得干干净净，说那是你安陵容自己揣测圣意，自己心术不正。安陵容站在风口里，看着简秋离去的背影，那一刻他的手心里全是冷汗。他看着那柄如意，忽然觉得那绿莹莹的光变得像鬼火一样瘆人。可他没得选了，开弓没有回头箭。他既然已经接受了这份重礼，就已经把自己的一辈子都质押给了景仁宫。这时候的安陵容心理状态已经到了一个极其危险的临界点。他开始主动去寻找甄嬛的破绽。他想起甄嬛最近总是爱去御花园的一角散步，想起甄嬛对某些香料的敏感，他那颗被如意压住的心开始疯狂地跳动。他开始在那些名贵香料里掺杂一些细碎的不为人知的药粉，每撒进一粒药粉，他都会在心里默念一句：这不怪我，要怪就怪这如意太重，我拿不动了。
这借口找得多么冠冕堂皇。很多时候，咱们做错了事，总喜欢往外界推，说是生活所迫，说是职场无奈，其实说白了，就是心底里那点贪欲战胜了良知。安陵容在这一刻彻底沦为了权力的奴隶，那柄翡翠如意，名义上是福气，实际上是他亲手给自己打造的一副最精致的镣铐。宜修送如意，不是因为喜欢安陵容，而是因为他需要一个能替他背负罪恶的影武者。而安陵容接如意，也不是因为他真的觉得那玉值多少钱，而是因为他太需要一个东西来证明自己不再是被踩在脚底下的烂泥。这种心理博弈在现实生活中比比皆是。当有人给你提供了一个看起来无法拒绝的诱惑时，你千万要看看那诱惑背后是不是连着一根能勒死你的绳子。安陵容抱着如意坐在黑暗里，窗外的风声像是无数冤魂在哭嚎，可他却露出了一个极其诡异的笑容。他想，甄嬛，咱们走着瞧，这后宫的如意往后还指不定落在谁手里呢。话说这延禧宫的偏殿里，现如今可不比往日了。自从那柄翡翠如意镇在了案头上，屋子里的气氛就像是凝固了一层瞧不见的冰壳子，连进出的小宫女走路都得踮着脚尖。安陵容在那摇晃的烛火下坐着，手里捏着一根细的几乎瞧不见的银针，一针一针的在那块发黄的旧绸布上穿行。那绸布被他缝成了一个歪七扭八的小人儿，针尖扎进去的声音，在这死寂的深夜里，竟像是什么活物在哀嚎。这扎小人的厌胜之术，在那大清律例里可是掉脑袋的死罪，可安陵容这会儿的眼神里，哪还有半分害怕？那全是豁出命去的疯狂。他这心呐，早就被宜修皇后用那冷言冷语给掏空了，塞进去的全是见不得光的毒药。这种心理拆解到根上，其实就是一种自毁式的投诚。在咱们现代职场里，这叫什么？这就是你为了向新老板表忠心，不惜把老东家的核心商业机密给偷出来，还得亲手签上一份永远洗不掉的投名状。你觉得你是在表态，其实你是在把自己的脖子往人家早就打好的绞索里套。这景仁宫的局到了这一步，才是真正的图穷匕首现。宜修皇后派简秋趁着夜色又来了一趟，这回没带什么赏赐，只带了一张裁得整整齐齐的红纸，上面赫然写着甄嬛的生辰八字。简秋把那纸条压在安陵容那双满是针眼的手底下，声音低得像鬼魅在吹气，说：“娘娘说了，这情分若是断不干净，那便是心头的隐患，非得见点真章，才算是自己人。”安陵容盯着那红纸上的字，那每一个墨点子在他眼里都像是一滴血。他想起甄嬛曾经拉着他的手，说咱们姐妹相扶相持，想起甄嬛在皇上面前为他求情的每一个瞬间。可这些温暖的回忆，此时此刻却成了扎得他最疼的刺。为什么？因为这种温暖在衬托他的卑微，这种善良在彰显他的恶毒。他在那一刻心底里生出一种极其扭曲的念头，只要甄嬛倒了，就没人见过我落魄的样子，只要这咒术灵了，我就是这宫里唯一的圣者。这就是人性里最阴暗的那个角落。当一个人无法达到对方的高度时，他想的不是怎么往上爬，而是怎么把对方拽进泥潭里。安陵容颤抖着手，把那红纸塞进了不小人的肚子里，那一针封口的线，他拽得极紧，勒得指甲盖都变了颜色。这一刻，道德底线在那针尖下彻底崩塌了。他不再是那个唯唯诺诺的安答应，而是一个被权力彻底异化的提线木偶。宜修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不亲自动手，他要看着你亲手毁掉你最珍视的东西。这在博弈论里叫不可逆的背叛成本。你只要扎了这一针，你这辈子就只能死死抱住宜修的大腿，因为一旦松手，
你做的这些阴毒事儿就能让你粉身碎骨。简秋在一旁冷眼瞧着，看着安陵容那因为恐惧和亢奋而变得狰狞的脸，嘴角露出一丝满意的冷笑。这种笑是对一个玩物彻底听话后的轻蔑。这所谓的姐妹投诚，其实就是一场血淋淋的人性收割。这时候的安陵容心里已经完全陷入了迫害妄想的怪圈。她总觉得碎玉轩那边的笑声是在嘲讽她，总觉得甄嬛看她的眼神里带着看穿一切的怜悯。每当她在回廊里偶遇甄嬛，她都能面不改色的笑着喊一声姐姐，可转过头，那袖口里藏着的指甲就能深深掐进掌心里。这种人格分裂式的演技是宜修一点点教出来的。宜修告诉他，这后宫的女人没一个是不戴面具的，谁的面具粘得牢，谁就能活到最后。安陵容听进去了，她把那部小人藏在枕头底下，每天晚上都要压着他睡，仿佛那样就能偷走甄嬛的运势。这种心理暗示极度危险，它让一个原本还有些底线的寒门女孩彻底变成了一个沉溺于阴暗算计的疯子。在现实生活中，这种为了所谓的虔诚而彻底黑化的人，往往最后连自己是谁都忘了。咱们再看看这景仁宫的售后服务。宜修知道安陵容扎了小人后肯定心虚，便特意召他去抄经。在那佛像面前檀香袅袅，宜修拉着安陵容的手，慈眉善目地说，这宫里的风浪大，咱们姐妹抱团取暖，佛祖也是会庇佑的。这话术简直是把恶事当成了佛事办。他用宗教的威严来消解安陵容心头那点子残存的罪恶感，让他觉得为了生存所做的一切都是不得已而为之，甚至是受佛祖感化的。这种心理按摩让安陵容彻底放下了心理负担，从一个战战兢兢的从犯变成了一个理直气壮的帮凶。这在职场里叫什么？这就是那些黑心老板不仅让你干脏活，还要给你发个杰出贡献奖，让你觉得你是在为公司的未来牺牲，让你在这罪恶感里生出一股子使命感来。安陵容从景仁宫抄经回来，整个人像脱胎换骨了一样，腰杆子挺直了，眼神也冷了。他开始主动去搜集碎玉轩的各种琐碎消息，谁去了，说了什么，皇上赏了什么，他都要一一记在心里，然后再挑那最能拨动宜修神经的部分悄悄传过去。这种角色的转换标志着他和甄嬛的姐妹情谊已经从名存实亡变成了你死我活。他不再被动等待，而是主动出击。他在那阴暗的屋子里一遍遍抚摸着那柄翡翠如意，又摸摸枕头底下的不小人，一个代表着他追求的荣华，一个代表着他抹去的良知。这两样东西成了他活着的全部动力。您各位瞧瞧，这哪还是那个在选秀场上因为一朵鬓边花而感激涕零的单纯姑娘，这分明是一个被权力机器搅碎了灵魂的冤魂。这种投名状的博弈，最残酷的地方在于它没有退路。安陵容在某个雷雨交加的夜里，听着窗外的雷声，也曾有过片刻的失神。他看着镜子里那个陌生的自己，想起老家那个并不宽裕却还算清白的家门，眼角也滑下过一滴泪。可这泪珠子还没落地，就被他狠狠抹去了。他告诉自己，既然已经沾了血，就不能白沾。这种成本沉默的心态推着他一步步往深渊里跳。他开始在那部小人身上涂抹一些奇怪的香料，那是宜修指点他的秘术，能让人神思倦怠，甚至产生幻觉。这种从身体到精神的全方位诅咒，其实也是安陵容对自己过去的一种全方位否定。他越是恨现在的自己，就越是要把甄嬛毁得彻底，因为只有把那个曾经拉他一把的人毁了，他才能假装那个卑微受助的自己从来没存在过。现实人情里最怕的就是这种恩将仇报的逻辑。
有些人因为受了你的恩惠，反而因为无法偿还而心生怨怼，最后甚至要置你于死地，好抹掉那段让他感到丢脸的受恩史。安陵容就是这种心态的极致代表，而宜修就是那个精准利用这种人性阴暗面的操盘手。他把安陵容这种寒门女孩的自卑、好强、狠辣，像捏橡皮泥一样，捏成了他手里最听话也最趁手的一把尖刀。话说这景仁宫的后殿里，现如今传出来的不再是那沉闷的诵经声，而是一阵阵婉转的像黄鹂出谷，又清亮的如碎玉击冰的歌声，听着叫人心尖发颤。可若是您凑近了瞧，准能瞧见那唱歌的人眼角眉梢哪有一丝欢愉，全是如履薄冰的京剧。安陵容此时正站在那宽大的楠木屏风后头，掐着嗓子，一遍又一遍地磨那几个高难度的转音，那嗓子眼儿干得像是冒了烟。可只要他稍有懈怠，坐在上手的简秋就会轻轻咳嗽一声，那声音不大，却像是惊雷一样炸在安陵容耳边。这哪是什么琴瑟和谐的才艺展示，这分明是宜修皇后对安陵容进行的一场暗无天日的职场特种兵训练。在咱们现代职场里，这叫什么？这就是资深老板把一个没背景的新人关进小黑屋，没日没夜的让他磨练那项能给公司换回大订单的单一技能，不把你的灵性磨成机械般的精准，他是绝不会放你出山的。宜修要的不是一个会唱歌的妹妹，他要的是一个能精准捕捉皇上感官弱点的生物兵器。这一段的环境渲染，得从那景仁宫里常年不断的苦药味说起。为了让安陵容这嗓子能听出那种哀而不伤、娇而不媚的特殊韵致，宜修特意让太医配了一种秘药，每天早晚2碗，喝下去的时候，嗓子眼里像是有小刀在刮。安陵容端着药碗，看着那黑漆漆、冒着苦气的药汁，眼神里闪过一丝极深的厌恶。可他抬头瞧见宜修那慈眉善目却不带温度的笑脸，只能一仰头，生生把那苦涩吞进肚子里。这就是职业化重塑的残酷代价。宜修坐在一旁，手里漫不经心地翻着古籍，嘴里却说着最扎心的话。他说：陵容啊，这容貌总有老去的一天，唯有这入耳入心的本事，才是勾住皇上活的钩子。你若是连这份苦都吃不下，那这辈子也就只能看着碎玉轩的灯火，自己在那延禧宫里数地砖了。这话术又是老一套的制造焦虑，他把安陵容所有的退路都给堵死了，让他觉得这碗苦药不是药，而是他攀向高位的阶梯。您各位瞧瞧这安陵容练歌时的微表情，他每唱到一个高音，由于嗓子眼而受药力刺激，那细弱的脖颈上青筋毕露，像是一条条扭曲的小蛇。可他不敢皱眉，因为宜修教过他，歌者的神情的是浑然不觉其苦，得让皇上听着觉得你是为了他才生出这份缠绵悱恻。这种心理拆解到骨子里，其实是一种人格的深度物化。安陵容在那一刻已经不再把自己当成一个有血有肉的女人，而是一架被精心调教的乐器。她在心理上产生了一种极其扭曲的依赖感，只有当她唱得完美时，宜修才会给她一个赞许的眼神，那种眼神成了她干枯生命里唯一的给养。这就像在职场里，一个被压榨的失去了自我意识的员工，竟然会因为老板的一句你这个 PPT 做得不错而感激涕零，完全忘了自己已经熬了3个通宵，身体早就垮了。核心冲突在这里进一步升华，那就是自卑感向攻击性的转化。在训练的间隙，宜修会故意让简秋说起碎玉轩的近况，说皇上又陪着婉贵人练字了，说皇上夸婉贵人的字有丈夫气。安陵容听着这些，手里死死攥着那卷歌谱，指甲盖儿把纸面掐出了一个个半月形的痕迹。这种极度的心理失衡成了他练歌的动力。
他心里的潜台词是：你甄嬛有才情，有家世，那我便把这副皮囊，这副嗓子都豁出去，我要练成这世上最勾人的妖精，看皇上是爱你的丈夫气，还是爱我的绕指柔。这种竞争已经不再是职场上的良性比拼，而是一种带着血腥味的你死我活。宜修看着安陵容眼神里那股子阴鸷的火苗越烧越旺，心里别提多自在了。他知道这把刀已经磨快了，只等一个合适的时机，就能精准地插进甄嬛和皇上的情谊之间。您各位再咂摸咂摸这秘密武器的特殊性。宜修教安陵容的不仅仅是唱歌，还有那种欲迎还拒的心理战术。他让安陵容练那种半遮面的姿态，练那种在歌声转折处微微的一颤。他说，皇上最见不得女人弱，可皇上最怕的也是女人太弱。你要弱的有风骨，弱的像那被风吹得摇摇欲坠却又死死抓着枝头的残花。这哪里是教唱歌，这是在教如何精准操控一个男人的同情心和占有欲。安陵容在这些日复一日的训练中，学会了如何掩盖自己的寒酸气，学会了如何用那种虚伪的精致来包装自己。他开始在铜镜前练习每一个微笑的角度，确保哪怕是流下一滴泪，也得精准地挂在眼角而不滑落。这种极致的虚假成了他在这后宫里唯一的真实。这时候，咱们得聊聊这职场隐喻里的深层逻辑。宜修作为一个后宫的最高管理者，他深知单一产品的市场竞争力有限。甄嬛是那种全方位的高端定制，各方面都优秀，但缺点是太有主见，不好控制。而安陵容则是宜修亲手打造的定制化产品，专门针对皇上的某一个特定喜好，比如对清纯与哀婉的留恋进行极限开发。在现代企业博弈里，这叫差异化侧翼进攻。我不跟你拼全能，我只在某一个垂直领域做到极致，让你防不胜防。安陵容在景仁宫的这些日子，其实是完成了一次从原材料到成品的深加工。他对宜修的感激已经演变成了一种病态的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他觉得只有宜修才是真正为他好，只有宜修才看出了他的潜力。殊不知，这种潜力是被宜修用毒药和威压给生生榨出来的。有一天，安陵容练嗓子练出了血，一口鲜红洒在那白底红梅的斗篷上。简秋想去扶他，宜修却摆了摆手，冷冰冰地说：“这点血算什么？比起以后被皇上忘在脑后的冷清，这点疼是福气。”安陵容听了，不仅没觉得委屈，反而露出了一个惨淡而坚定的笑容。他用帕子抹去嘴角的血迹，声音沙哑地回了一句：“娘娘教训的是陵容省的。”这种对痛苦的漠视，标志着他的人性已经彻底麻木了。他不再疼惜自己的身体，就像一个杀手不再疼惜自己的兵刃。这种从心理到生理的彻底摧残，让安陵容变成了一个极其危险的存在。他不再有任何道德包袱，因为他觉得这世界欠他的，这后宫欠他的，他现在所做的所有恶，都是在拿回他应得的赔偿。现实人情里，咱们最该防备的就是这种苦大仇深的狠角色。他们因为受过极端的压抑，一旦翻身，那报复心和破坏力是惊人的。安陵容在那景仁宫的日日夜夜，其实是在给自己修一座坟，同时也给别人挖了一口井。他每天对着镜子练习那种温柔如水的眼神时，心里想的却是如何把那个曾经拉他一把的甄姐姐拖进万劫不复的深渊。这种强烈的反差，让他的形象在这一刻变得极度立体且恐怖。总结这一段，那是毒药喂出金嗓子，仇恨炼成绕指柔。宜修的这套新人培训大功告成，安陵容已经准备好要在那场名为惊鸿舞或者圆明园消暑宴的职场大秀上，
给所有人一个惊天动地的下马威了。话说这景仁宫的后花园子里，原本是开得正艳的一片芍药，可在这和煦的春光底下，竟透出一股子让人后脊梁骨发虚的阴冷劲儿。这戏唱到了这儿，可就不是在那儿空练嗓子瞎扎小人了，这是正儿八经的职场实战肉搏战。宜修皇后在那儿修剪着一盆半死不活的杜鹃，那长长的金护甲在阳光下晃得人眼晕。她头也不抬地对垂手立在旁边的安陵容说了句：“这花长得太快了，不仅占了别人的地界儿，还招摇的让人心烦，得掐尖儿。”安陵容此时的神情，那真是练得炉火纯青，低眉顺眼的，眼里半点波澜都没有，只轻声回了句：“娘娘说的是，若是杆上坏了，剪了尖儿也是白搭。”这对话哪是说花啊？这分明是在给那骄纵跋扈、怀了龙胎就不知道天高地厚的富察贵人定死罪呢。在咱们现代职场里，这叫什么？这就是资深老总给新进亲信下的定向清除任务，不用说明白，一个眼神，一个比喻，你就得领会领导的意图，还得办得滴水不漏，让谁也抓不着把柄。这一段的环境细节，咱们得盯着安陵容那双袖口里藏着的手，她那指甲缝里，其实早在那天早晨就染上了一种特制的、带着异香的粉末，那是宜修亲自指点她配制的引猫香。您瞧瞧，这博弈局设的有多精巧！富察贵人平日里最爱显摆，怀了个孩子就恨不得全天下都跪在他脚底下，这种人最容易招人恨，也最容易露出破绽。宜修选在这个节骨眼上发难，就是看准了甄嬛也在场，他要一石二鸟，既除掉富察那个碍眼的肚子，又要让甄嬛这个好姐妹背上一个护持不利的黑锅。安陵容站在人群里，看着富察贵人那张得意忘形的脸，心里没有半分同情，只有一种近乎变态的冷静。他在那一刻心理上完成了一种收割者的觉醒，既然我曾经受过的苦没人疼，那这后宫里的福气，谁也别想安稳地揣在兜里。核心冲突在这一刻轰然爆发。那是景仁宫的一场小宴，众位小主都在那儿赏花逗趣。皇后的那只波斯猫松子，平时乖巧的跟个肉团子似的，今儿个却显得格外躁动。安陵容状若无意的往富察贵人身边凑了凑，她那斗篷扇起的一阵微风，带着那种若有若无的燥热香气，精准的钻进了猫的鼻孔里。您各位在那显微镜底下仔细瞧瞧，安陵容在那猫纵身一跃的瞬间，眼神里闪过的是一种解脱般的快感。这种心理拆解到极细微处，是他对权力秩序的一次主动挑衅。他在想，你富察贵人不是家世好吗？你不是有孩子吗？可现在你的命就攥在我这一缕香气里。这在职场隐喻里，就是那种平时唯唯诺诺的小会计，利用一个谁也没注意到的财务漏洞，生生把那个不可一世的项目经理给拽下了马。这种小人物的致命一击，往往才是最让人防不胜防的。当那猫发了疯似的扑向富察贵人的肚子，惨叫声撕破了景仁宫的宁静。安陵容并没有躲，她反而在一片混乱中，借着人挤人的当口，暗暗推了正在伸手拉架的甄嬛一把。这一推用力极巧，不是要把甄嬛推倒，而是要把她推向那个事故的中心。这心思多毒啊！事后若是查起来，甄嬛就是离得最近的人，甚至可以说是她惊扰了猫。这叫借力打力，更是嫁祸于人。安陵容看着富察贵人倒在血泊里，看着甄嬛惊慌失措的脸，她在那一瞬间，甚至觉得那股子积压已久的自卑感彻底消散了。她终于不再是那个被动受气的可怜虫，她成了这棋盘上落子杀人的手。这种从受害者到加害者的心理跃迁，是安陵容彻底黑化的标志，也是她向宜修交出的第一份带血的职业投名状。宜修皇后坐在主位上，
那表情端庄的让人发指，他甚至还惊呼了一声，让下人赶紧救人。可如果您盯着他的嘴角，您能瞧见那儿有一丝极其隐秘的满意的弧度。他对安陵容的表现简直满意到了极点。这不仅是一场成功的暗杀，更是一场完美的心理控制实验。他看着安陵容在那儿装作惊吓过度，委委屈屈地躲在简秋后头，心里想的是，这只家雀儿终于是喂成了鹰。在现实人情里，最可怕的不是那种明着跟你叫板的恶人，而是这种站在你身边拉着你的手，却在心里计算着让你怎么死的知心人。安陵容在这一刻把他跟甄嬛之间最后一层名为愧疚的薄膜也给亲手捅破了。他看着甄嬛被皇上责问，看着曾经不可一世的富察贵人变成了一个疯癫的可怜虫，他心里竟然生出了一股子众生皆苦，唯我独醒的荒谬优越感。这最能体现博弈智慧的是事后的复盘。当晚，安陵容跪在景仁宫的密室里，宜修并没有责备她的狠辣，反而亲手扶起她，说了一句：“陵容，你今个受惊了。本宫知道你是个重情义的，若非为了保全咱们姐妹，你断不会出此下策。您听听，这话术简直是颠倒黑白的巅峰。”他把这种残忍的谋害重新定义为为了组织的自我牺牲。安陵容听了这话，不仅不觉得自己恶毒，反而觉得自己成了一个悲情英雄，是一个为了效忠皇后而不惜染黑双手的忠臣。这种心理重构让安陵容最后的心理负担也烟消云散了。他开始觉得所有的恶都是环境逼的，所有的狠都是为了活下去。这种逻辑其实是很多职场黑化人最常用的自我安慰，不是我要害人，是这职场不给老实人留活路。安陵容回到延禧宫，把那件沾了猫毛和血腥气的斗篷亲手烧了。看着那火苗子吞噬了华丽的锦缎，她那张清秀的小脸在火光映照下显得阴森可怖。她知道，从这一刻起，她再也回不到那个给甄嬛绣锦衣、送香包的安妹妹了。她的手已经脏了，且脏得心安理得。她甚至开始期待下一场任务，期待看到更多像甄嬛、像沈眉庄那样高高在上的人跌进她亲手挖的泥潭里。这种扭曲的报复心理已经成了支撑她在这深宫里活下去的唯一养分。她摸了摸那柄翡翠如意，觉得那玉石似乎更亮了些，仿佛是吸饱了这宫里的怨气和血光。这一场富察贵人流产案是宜修和安陵容深度结盟的基石，也是他们针对甄嬛展开的全方位绞杀的起点。这世间的悲剧往往不在于敌人的强大，而在于战友的倒戈。安陵容这一把火不仅烧了斗篷，也烧了他灵魂里最后一点人性。接下来的戏，那就是安陵容如何利用他那如丝如竹的歌声，在甄嬛最失落的时候，精准地抢走皇上的宠爱，在那权力的巅峰上，给昔日姐妹补上最深的一刀。话说这圆明园的水面上，浮光掠影，接天莲叶无穷地，可谁能想到，这满园的清气里，竟生生杀出了一道能夺人魂魄、猎人心肺的歌声。这也就是咱们这出宜修拉拢安陵容大戏的最末一个乐章，叫做万劫不复的收网局。安陵容就坐在那摇晃的小舟上，采莲曲的调子清清浅浅，可传到岸边皇上的耳朵里，那简直就是久旱逢甘霖。皇上那眼神在那一刻是直勾勾的，像是要把那层层荷叶都给看穿了，去看那个曾经被他忘在脑后的安答应。可您瞧瞧坐在皇上身边的甄嬛，那脸色惨白的跟那池子里的白莲花没两样，手里的帕子都快搅烂了。这就是咱们说的职场反噬。昔日你带在身边，处处提携的小跟班，如今拿着你亲手教的本事，又被对头公司注了资，升了级，回过头来就在竞标会上把你杀了个片甲不留。
这时候的安陵容心里头那股子快意，怕是比这圆明园的清泉还要烈。他每唱出一个转音，脑子里闪过的都是景仁宫里宜修皇后的那双冷眼。他明白，这歌不是为皇上唱的，是为他自己的命唱的，更是为宜修那份沉甸甸的投资交的回报。您瞧他那个眼神，看向岸边的时候，带着一种近乎病态的挑衅。他不再躲闪，不再畏缩，他甚至在歌声的间隙，对着甄嬛微微颔首，那笑意里藏着毒，藏着这些日子在黑暗里磨出来的每一寸恨意。这在心理学上叫报复性补偿。我曾经在你面前有多卑微，我现在就要在你面前有多张扬。安陵容在那一刻彻底完成了他作为宜修手中头号杀手的转职仪式。他不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被权力、自卑和嫉妒共同喂养出来的精致怪物。宜修皇后坐在一旁，手里端着一盏茶，那茶盖轻轻拨弄的声音，跟远处的歌声竟形成了一种诡异的和弦。他看着皇上那副魂不守舍的模样，心里头冷笑一声：男人呐，到底还是逃不过这口娇滴滴的软糯。他转过头，用那种慈母般的眼神慈祥地看着甄嬛，嘴里却说着最扎心的话，说：婉贵人啊，你瞧陵容这孩子，总算是出落大方了，也不枉你往日里那般疼他。您各位听听，这哪是夸奖，这分明是在甄嬛那颗鲜血淋漓的心上又撒了一把热碱面。这叫公开羞辱，更叫离间计的终极闭环。宜修就是要当着众人的面，把安陵容的成功归功于甄嬛的大度，让甄嬛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这就是职场高手的杀招。我不仅要抢你的业务，我还要让你背上一个识人不明、引狼入室的蠢名声。咱们再深挖一下安陵容此时的职场隐喻。她现在的身份其实是一个被恶意收购后的空壳公司，外表还挂着原来的招牌，可里头的核心架构全是宜修的。他越是得宠，就越是得受宜修的摆布。您瞧，当皇上终于把他拉上岸，当众封他为安常在，还要赏赐一堆金银财宝的时候，安陵容第一反应不是看皇上，而是怯生生的望了宜修一眼。那眼神里有一种刻在骨子里的恐惧和奴性。这说明什么？说明他已经彻底失去了独立生存的能力。他以为他爬上了高位，其实他只是从一个漏风的茅草屋搬进了一个纯金打造却没窗户的囚牢。这就是很多寒门子弟在职场博弈中容易犯的错。为了跳出当下的困境，不惜把灵魂抵押给魔鬼，等真的到了那个梦寐以求的位子，才发现自己连呼吸的节奏都得听人家的。安陵容这一生毁就毁在一个争字，又败在一个疑字。他怀疑甄嬛的真心，所以投靠了宜修；他争夺皇上的宠爱，所以出卖了良知。可这世上哪有长盛不衰的宠爱？靠嗓子得来的，嗓子坏了就没了；靠制香得来的，鼻子灵了就露馅了。宜修拉拢他，从头到尾就是一场消耗战。在宜修眼里，安陵容就是一张擦脚的帕子，脏了破了，随手就扔进火盆里烧了，连灰都不会剩下一捧。安陵容在圆明园得宠的这一晚，其实就是他生命倒计时的开始。他看着眼前繁花似锦，耳边全是恭维，可他心里那个扎小人的阴影，那个带血的猫影，会像枯骨之躯一样跟他一辈子。现实人情里，咱们经常能见到这种安陵容式的人物。他们敏感多疑，觉得全世界都欠他们的，稍微受点恩惠就觉得压力山大，稍微受点冷落就觉得怀才不遇。这种人一旦被宜修这种老谋深算的高手盯上，那真是一抓一个准。宜修给他的不是爱，是那种能让他产生我终于行了错觉的兴奋剂。当兴奋劲儿过了，剩下的就是无尽的空虚和更深的自卑。
安陵容在后宫的长街上走着，看着自己的影子，她会不会偶尔想起那个曾经在梅园里为了一朵腊梅也能真心微笑的自己？可惜那样的安陵容已经被他亲手杀死了，死在了那件白狐皮斗篷里，死在了那碗苦涩的药汁里。